每个人年满16岁都会觉醒一枚本命符文，而符文五花八门。有人觉醒吹字符文，煮出的饭菜蕴含灵力，食之可3日不饥；有人觉醒庚字符文，催动之下枯地复苏，亩产翻倍。如今的天下，宗门林立，王朝并起，符文已经融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而最强大的势力震天符，监察天下符文平衡，防止有人滥用符文祸乱苍生。但百年太平，暗流已动。北方蛮族觉醒大量冰雪寒等符文，武士眈眈；西方大漠诸国觉醒沙暴幻等符文，蠢蠢欲动。就连中原内部各大世家也因符文传承的差异，开始明争暗斗。新的乱世正在酝酿，而我们的故事从一个15岁少年开始。第1集，风土少年。邻家小院，初夏，槐花开了，满树的白花坠得枝头微弯，香气飘满整个院子。一只橘猫趴在墙头打盹，尾巴有一搭没一搭的晃。林渊蹲在井边，双手使劲摇着露，一桶清凉的井水晃晃悠悠升上来。小院水打好了没？你爹快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屋里传来娘亲的声音，温柔中带着一丝催促。林渊提起水桶，小跑着进屋。灶房里热气腾腾，娘亲系着粗布围裙，正往锅里下擀好的面条。她30出头的年纪，鬓角也有几根白发，但笑起来的样子让整个灶房都暖了。快去把桌子擦擦，再剥2头蒜。哎，林渊麻利的干活，一边剥蒜一边偷瞄锅里的面。娘，今天咋吃面条？你忘了，今天小满，你爹说了。小满要吃饱，下半年才有力气。他特意从镇上割了2两肉回来，一会儿给你握个荷包蛋。林渊咽了咽口水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那爹吃啥？你爹说了，他不爱吃蛋。林渊低下头，没吭声。他知道，爹不是不爱吃，是想省给他。爹回来的时候，天边烧成了橘红色，他身材魁梧，古铜色的脸上满是汗，但看见儿子蹲在门口，立刻咧嘴笑了。小渊儿，等爹呢。爹，今天咋这么晚？村东头张大爷家屋顶漏了，帮着修了修。爹拍了拍身上的土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给，镇上买的。下个月就16了，该学着写大字了。你爹这辈子没出息，就会种地砍柴，但咱小渊以后得有点本事。昏黄的油灯下，一家3口围坐在小桌前。林渊的碗里最上面握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，林渊夹起蛋往爹碗里放。爹，给你一半。爹挡住。爹说了不爱吃，你吃。那给娘。娘碗里有。你看，林渊探头一看，娘碗里果然也握着一个蛋。他愣了愣，低头吃面，眼眶有点热。他知道家里就2个蛋，爹把自己的那个给了娘，娘又把自己的那个省给他。爹端起碗，喝了一大口面汤，满意的咂咂嘴。这日子美。深夜，月光透过窗纸洒在旧木床上，林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摸出枕头下的那支毛笔，对着月光看，笔杆上刻着的小竹子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16岁觉醒符文，我会觉醒什么符文呢？镇上觉醒过符文的都见过。张铁匠觉醒的是断刺符文，打出的农具比别家结实1倍。李婶子觉醒的是织刺符文，织的布又细又密，能多卖3成钱。最厉害的是村东头的周爷爷，年轻时觉醒的是庚刺符文，一个人能种100亩地，被城里的大户请去当了管事，全家都搬走了。我要是觉醒个庚丝符文，就能帮爹多种地了。要是觉醒个乔丝符文，砍柴也能多砍些。想着想着，眼皮渐沉。月光下，他握着笔睡着了。1个月后，地里的麦子黄了，林大山每天早出晚归，脸上的笑却越来越多。今年雨水好，麦子长得壮，能卖个好价钱。等卖了麦子，给你扯身新衣裳。爹拍着林渊的肩膀，16岁是大日子，得穿得体面些。那我能多吃2块肉不？能，敞开吃。爷俩的笑声飘出院墙，惊起树上的麻雀。林渊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。明天就是16岁生日。他把那支毛笔拿出来，一遍遍抹撒。明天就知道了。他闭上眼，想象着明天觉醒符文的样子。据说觉醒的时候眉心会发热，然后眼前会出现一个符文，符文越亮代表天赋越好。我的符文会是什么样呢？想着想着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午夜，远处传来闷雷般的声响，林渊猛地惊醒。不对，不是雷，是马蹄声，无数马蹄声。他翻身下床，跑到窗边，远处的山道上，火把连成一条蜿蜒的河，正朝青山镇急速运来。爹！他冲出门，娘！爹的脸色从未有过的凝重。他把娘和林渊往屋里推。进屋，躲地窖。他爹，
快！火光中，阵口的木栅栏炸成碎片，无数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冲进阵。他们穿着皮甲，脸上涂着诡异的白色纹路，手中的刀在火光中泛着冷光。北蛮是北蛮人！有人撕心裂肺的喊。下一瞬，惨叫声四起，爹把娘和林渊推进地窖，正要盖盖子，一柄飞矛破空而来，呼，矛尖从爹的后背刺入，前胸穿出，爹的身体僵住，低头看着胸口突出的矛尖。爹！林渊疯了般要冲出去，被娘死死抱住，娘满脸是泪，用尽所有力气把他按进地窖，盖上盖子。小渊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许出来。盖子合上的瞬间，林渊看见娘的背影冲向爹，而院门被一脚踹开，无数火把涌进来。林渊拼命想推开盖子，但盖子被什么东西压住了。头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、狞笑声、翻箱倒柜的声音，然后是娘的尖叫：“放开他，那是我儿子！”老东西，滚开！娘的尖叫声戛然而止，林渊浑身颤抖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蛮子，你们不得好死！老东西，还嘴硬！爹的声音消失了，林渊跪在地窖里，无声的痛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脚步声远去，惨叫声也渐渐平息，只剩下火烧房屋的噼啪声，荷叶风中的血腥味。林渊推开地窖盖，爬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他看到的是一片废墟，林家小院没了，只剩烧黑的断壁。院子里，爹和娘躺在一起，爹胸口还插着那柄矛，娘的手死死握着爹的手，背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痕。林渊跪在他们面前，没有哭，他已经哭不出来了。他就那么跪着，一动不动。太阳慢慢升起，照亮了满目疮痍的青山镇。身后传来马蹄声，林渊没有回头，马蹄声在他身后停下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：“还有活着的。”林渊依旧不动。那人翻身下马，走到他身边，蹲下，是一个穿着黑色甲胄的中年将领，满脸风霜，眼神锐利如鹰。他看着地上的2具尸体，又看着跪着一动不动的少年，沉默片刻。你爹娘。林渊点头。将领看向他腰间的伤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他被碎片划破了肋下。恨吗？林渊终于转过头，看着他，那双眼睛里没有泪，只有烧尽一切后的空洞。将领看着那双眼睛，沉默3息，然后他站起身，翻身上马。小子，想报仇吗？林渊猛地抬头，将领居高临下看着他，声音平淡，却如重锤砸在心上。想报仇就跟我走，去当兵，去杀蛮子。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，杀到杀不动为止，或者杀到天下太平为止。敢不敢？林渊站起身，最后看了一眼爹娘，他跪下去，磕了3个头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向那匹马。敢！将领伸手把他拉上马，马蹄扬起尘土，朝着旭日升起的方向奔去。身后青山镇的废墟上，一缕青烟缓缓升起，飘向渐蓝的天空。林渊趴在马背上，昏昏沉沉，3天2夜，除了换马几乎没停过。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。将领勒住马。到了。林渊踉跄站稳，抬头看去，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军营，连绵的帐篷如同白色的海浪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营门口立着一块3丈高的石碑，上面刻着2个血红的大字：镇北。这里是镇北军大营，专门对付北蛮的。小子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镇北军的人了。我叫霍青，镇北军左营统领，你可以叫我霍将军，也可以叫我霍叔随你。以后的路自己走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黑色的大场在风中猎猎作响。一个老兵把林渊领到一座灰扑扑的帐篷前。新兵蛋子，就住这儿。帐篷里弥漫着一股汗臭和草席霉烂的味道。10来个和林渊年纪相仿的少年挤在地铺上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正用警惕的眼神打量着他。进来的一个满脸横肉的大块头站起来，比林渊高出一个头。他走到林渊面前，上下打量。这身板能干啥？给蛮子送人头。周围几个少年跟着笑起来。林渊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大块头被他看得发毛，伸手推了他一把。看啥看？不服！话没说完，林渊动了，他抓住大块头的手腕，顺势一拉，膝盖狠狠顶在他小腹。大块头弯下腰，林渊又一肘砸在他后面，直接把他砸趴在地上。整个帐篷安静了。林渊松开手，走到一个空着的铺位，坐下，从头到尾没说一个字。天还没亮，尖锐的哨声就撕破了帐篷。起床！都他妈给老子起来！老兵拎着棍子冲进来，对着还躺着的人就是一棍。惨叫声中，新兵们连滚带爬地冲出帐篷。训练场上已经站满了人，都是15、16岁的少年，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，但脸上的表情都一样，惶恐、麻木或者强装出来的凶狠。林渊站在人群中，看着前方的高台，高台上站着一个黑脸军官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老子叫雷横，是新兵营的总教头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的命就攥在老子手里。你们以为来当兵是干嘛的？吃军粮、混日子、做梦？老子告诉你们，你们来就是去死的！他扫视全场，目光如刀。北蛮人不会管你多大，不会管你刚来几天，他们只会把你的脑袋砍下来，挂在马脖子上当球踢。想活着就给我往死里练，
练到吐为止，练到爬不起来为止，练到你们的手能砍下蛮子的脑袋为止。现在绕着训练场跑，跑到老子喊停为止。好！雷横一边抽在地上，炸开一捧土，人群轰然散开，拼命跑起来。太阳毒辣，林渊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，腿像灌了铅，肺像烧起来一样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身边的人越来越少，有的倒在路边，有的直接昏过去，被老兵拖走，但他还在跑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不能停，停下来就输了。雷横站在高台上，那小子是谁？林渊，青山镇来的，家里被蛮子屠了。雷横沉默片刻，有点意思。终于，雷横喊了停，大部分新兵直接瘫在地上，像死狗一样喘着气。林渊也跪在地上，双手撑着地，汗滴在地上，砸出一个个小坑。都起来，吃饭。饭堂里，每人一碗糙米饭，一碗看不见几片叶子的菜汤，外加一块黑乎乎的饼。林渊端着碗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刚吃了一口，旁边有人凑过来：“嘿，兄弟，你今天真行啊，跑到最后都没趴下。我叫石头，汾阳来的，你呢？”林渊。林渊，石头念叨了2句。行，记住了。以后咱俩就是战友了，互相照应呗。你知道不？今天跑完，有人觉醒了符文，就那种眉心发热，眼前出现符文那种。林渊动作一顿，我觉醒了土刺符文，虽然是最普通的，但教官说好好练也能派上用场。你呢？你觉醒没？林渊沉默。那天夜里，爹娘死去的时候，眉心确实热过，但眼前出现的符文并不认识，那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符文。复杂的让人眼花缭乱，只看一眼就头疼欲裂。没，他简短的回答：“没事儿，有的人觉醒的晚，可能过几天就有了。我听教官说，符文觉醒跟神魂有关，神魂越强，符文越厉害。”林渊点点头，继续吃饭。深夜，新兵们累了一天，睡得死沉。林渊躺在地铺上，睁着眼看着帐篷顶，他把那支毛笔拿出来，轻轻抹撒笔杆上的竹子，在黑暗中看不真切，但他记得每一道刻，记得爹递给他时粗糙的手掌，记得娘在灶房里忙碌的背影。爹娘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他闭上眼，就在这时，眉心突然一热，林渊猛地睁眼。眼前一个金色的符文缓缓浮现，它复杂无比，线条交错，如同千军万马的阵型，又如同战场上纵横的刀光剑影，每一次闪烁都让他心脏狠狠跳动起来，但只持续了3息就消散了。林渊大口喘气，浑身冷汗。这个符文到底是什么？他想再看，但眉心只余下淡淡的温热，再也无法唤出那个符文。次日清晨，天还没亮，哨声又响了。这一次，林渊跑得比昨天更快。他一边跑，一边想着昨夜那个符文，虽然只出现3息，但他隐约感觉到那个符文在呼唤他，在告诉他，他需要被参悟，但怎么参悟，他不知道。跑完步，雷横把他们带到一片空地，空地上竖着几十根木桩。今天开始练刀。雷横拎起一把刀，刀身厚重。北蛮人骑术好，来去如风。你们想杀他们，就得先学会砍人。他示范了几个动作，劈、砍、撩、刺，每一个动作都简单直接，没有任何花哨。看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就练，看10000遍。林渊握紧刀柄，刀比他想象中重，但握在手里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挥刀劈、砍、撩、刺，1遍、2遍、10遍、100遍，手上磨出了血泡，血泡破了，血染红刀柄，但他没有停。雷横站在不远处，看着那个少年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手上血肉模糊，但他还在挥刀，一下比一下，一下比一下。雷横眯起眼，这小子有股狠劲。黄昏，一天的训练结束，林渊坐在帐篷外，用布条包扎手上的伤口。石头凑过来，递给他一块黑笔，吃点儿，明天还得练。林渊接过，咬了一口。石头看着他，犹豫了一下，小声问：“林渊，你家是不是？”林渊动作一顿，我听人说的。石头声音更低了。对不起。林渊没说话，继续嚼着笔。石头陪他坐着，也不说话。夕阳把天空染成血色，林渊看着那片血色，突然开口：“那天晚上，我爹被飞毛穿透，我娘被他们砍死，我就躲在地窖里，听着他们惨叫，不敢出声。”石头愣住，所以我要练。林渊握紧拳头，拼了命的练，练到能杀蛮子为止。
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。石头看着他的侧脸，那个少年脸上没有泪，只有一种让人心悸的平静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最后，他只是用力拍了拍林渊的肩膀。我陪你。深夜，月光如水，林渊躺在地铺上，看着帐篷顶，他把那支毛笔又拿出来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闭上眼，尝试去感受眉心那个符文。他想起白天挥刀的感觉，每一次挥刀，那个符文似乎都在微微发热。参悟符文，就是用身体去记住它。用战斗去唤醒他吗？他不知道答案，但他知道他必须变强，强到能亲手砍下每一个蛮子的脑袋，强到能保护想保护的人，强到不再躲在地窖里听着亲人死去却无能为力。清晨，哨声撕裂黎明，林渊翻身而起，动作比昨天快了半拍，手上的伤口已经结痂，但握刀时依然隐隐作痛。帐篷外雾气还没散尽，新兵们列队站在训练场上，脚边放着统一配发的制式长刀，刀身厚重，刀刃未开锋，但抡起来照样能砸断骨。今天给你们看点真东西。他抬手一挥，身后空地突然震颤，10尊3丈高的巨石傀儡从地下缓缓升起，他们通体由褐色的岩石构成，胸口镶嵌着一枚拳头大的符文，符文亮着土黄色的光芒，新兵们一片哗然。这是土字符文造出来的靶子，硬得很，比蛮子的脑袋还硬。今天规矩简单，谁能砍倒一尊，晚饭加肉，砍不倒的饿着。怎么怂了？没人上，那今天全都受罚。林渊踏出一步，我来。雷横眯眼看他，点点头。行，就你。林渊握紧刀柄，走向最近的那尊石块。他抬起巨臂，一拳砸下。林渊侧身翻滚，轰！地面被砸出一个3尺深的坑。林渊借势前冲，一刀砍在石块小腿上。当，刀身巨震，虎口发麻，石块小腿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。太硬了，根本砍不动。石块另一条腿林渊躲闪不及，被扫中左肩，整个人横飞出去，砸在3丈外，一口鲜血喷出。林渊！雷横面无表情。这就完了，废物！林渊趴在地上，浑身剧痛，左肩火辣辣的，肋骨好像也裂了，但他咬着牙又站了起来。不能倒，爹娘在看着。他再次冲向石块，这一次他不再盲目攻击，而是盯着石块胸口的符文，那是他的核心。石块又一拳砸来，林渊不闪不避，反而迎着拳头冲去。在拳头即将砸到面门的瞬间，他猛地矮身，从拳下穿过，一刀刺向石块胸口。刀尖刺中符文边缘，符文光芒闪烁了一下，战刀也崩断，半截刀身飞上半空。林渊虎口鲜血直流，石块另一只手已经拍下，避无可避。完了！就在这瞬间，眉心突然灼热，那个复杂的金色符文再次浮现，林渊眼前的世界变了。石块的动作慢了，慢得像凝固在琥珀里的虫子。他能看清他身上每一道裂纹，能看清符文能量流转的轨迹，能看清胸口那个符文的薄弱点。他挥起断刀，用尽全身力气刺向那个点，刀身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芒。啪嚓，断刀刺入符文，符文剧烈闪烁，然后轰，石块炸裂成无数碎石。林渊站在原地，大口喘气，眉心金色符文闪烁3息，缓缓消散，然后他眼前一黑，直接倒在地上。林渊醒来时，浑身像被车轮碾过，石头守在旁边，惊喜道：醒了！你他妈吓死我了！别动，你神魂透支了。老兵说你用了符文之力，神魂差点烧干，要不是教头及时出手，你就变成痴呆了。林渊愣了愣，我用了符文。对，你眉心亮了，你觉醒的符文肯定不一般，普通符文可没这么猛。林渊沉默，他想起那瞬间的世界变慢，力量涌出。这就是符文的力量吗？这时，帐篷帘子掀开，霍青走进来，他依旧穿着黑色甲胄，脸上看不出喜怒。醒了。青山镇幸存者被安置在后方的流民营，有个女孩说她认识。她叫什么？没说，只说让你自己去。霍青转身要走，顿了顿，又回头。你的符文我看了一眼，不简单。镇北军10年，没见过这种符文。好好活着，别糟蹋了。他先连离开。黎明前，林渊握着那封信，一夜未眠。信很薄，只有1张纸，他没拆，只是看着封皮上的字。林渊轻启，字迹稚嫩，像是孩子写的。会是谁？村里还有活着的？他想起青山镇的街坊，想起一起玩耍的伙伴，想起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，总跟在他屁股后面喊渊哥哥。她叫阿罗，是隔壁李婶家的独女。爹娘死后，他家林渊不敢再想。天亮了，他拆开信，纸上只有短短1行字：渊哥哥，我在流民营等你，你一定要来。阿罗。
后，林渊没有立刻去刘明营，他还要训练。新兵营不是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，每天的训练量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但林渊发现，每次挥刀，每次跑步，眉心的符文都会微微发热。他渐渐明白，参悟符文不是做着想，而是用身体去记住。每一次发力，每一次受伤，每一次咬牙坚持，都在让那个符文更熟悉。训练场上，老兵在教他们如何使用符文。一个老兵伸出手掌，老子觉醒的是土字符文，虽然垃圾，但也有用。他蹲下，手掌按在地上，地面颤抖。一堵半人高的土墙从地下升起。战斗中，这土墙能挡一刀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另一个老兵站出来，老子是风字符文，跑起来比别人快，追蛮子好用。他身形一闪，眨眼间出现在10丈外。新兵们看得眼热。你的符文这么猛，肯定更厉害。我还控制不了，慢慢来嘛。对了，我学会了用土字符文加固帐篷，回头给咱俩的铺位弄个土墙，睡着踏实。林渊难得露出一丝笑意。黄昏3天后，林渊请了假，去了后方的刘明营。刘明营在军营南边20里，用木头和帐篷搭起来的临时居所，住的都是从北蛮屠刀下逃出来的难民。林渊走进营地，四处寻找。林渊，林渊回头，是村里的李大爷。好孩子，你还活着，好。阿罗呢？最里面那个帐篷，他天天念叨你。林渊快步走去，最里面的帐篷前蹲着一个瘦小的身影。小女孩抬头，阿罗看见林渊的瞬间，她愣住。渊哥哥，爹和娘都没了，都没了。林渊抱着她，眼眶发红。他蹲下来，轻轻拍着她的背。哥哥在。那天夜里，我爹娘把我塞进地窖，和弟弟一起躲着。但弟弟太小，哭出了声，被蛮子发现。阿罗没说完，只是哭。那些畜生！渊哥哥，你去当兵了是吗？嗯。那你会杀蛮子吗？会。那帮我多杀几个，给爹娘、给弟弟报仇。林渊点头。林渊看着他，想起爹娘，想起青山镇，想起那个小院，那棵槐树，那只橘猫。他拿出那支毛笔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轻轻把它放进阿罗手里。次日凌晨，林渊回到营地时，天还没亮，刚进帐篷，石头就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教头找你，快去！”雷横的帐篷点着一盏油灯，他坐在案前，面前摊着一张地图。雷横抬头盯着他：“北蛮有一支游骑，越过滇线，在附近劫掠。上头让新兵营派一队人跟着老兵去清剿，你去不去？”林渊瞳孔微缩。去。雷横咧嘴一笑，就知道你会去。拿着，这次看真蛮子。林渊握紧刀柄，眼中幽暗的火燃得更旺了。黎明前最暗时刻，林渊握紧那把开刃的长刀，刀身冰凉。帐篷外，9个人已经列队完毕，5个老兵，4个新兵。新兵里除了林渊，还有石头以及另外2个他不认识的少年。雷横站在队伍前，把脸在火把光芒下忽明忽暗。听好了，他声音低沉：北蛮那支游骑13个人，3天内劫了4个村子。你们这次去跟着老王，他打过7年蛮子，他说什么你们做什么。破晓时分，一行10人沉默疾行，脚下是枯黄的荒草，靴子踩上去沙沙作响。石头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怕不怕？”林渊没说话，石头自己答：“我有点怕，但又有点兴奋。”前面带路的老王回头瞪了他们一眼，2人立刻闭嘴。又走了半个时辰，老王抬手，所有人立刻蹲下。他趴在地上，耳朵贴地，听了片刻，朝右侧的山坡指了指：“翻过去，他们在背风处扎营。”10个人趴在山坡的枯草丛里，慢慢探出头。下方是一块凹陷的洼地，屋顶皮帐篷围成一圈，中间燃着一堆篝火，篝火上架着一只口焦黑的羊，油脂滴在火里，滋滋作响。13个北蛮人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正给马匹梳理鬃毛。他们穿着皮甲，脸上涂着诡异的白色纹路，腰间的刀在晨光下泛着冷光。老王压低声音分配任务：“老周、老吴，你俩左边包过去。小陈、大赵，右边。石头、林渊，你们几个新兵跟着我正面压过去，但没我命令不许动手。记住，第一刀砍下去，就什么都别想，想多了，死的就是你。”林渊握紧刀柄，手心出汗：“爹娘，今天我开始给你们报仇了。”老王猛地跃起，一声爆响，
杀！10个人同时从山坡上冲下，北蛮人大惊，有人去抓刀，有人翻身上马，有人直接抄起身边的斧头迎上。老王冲在最前面，环手刀抡圆，一刀劈向迎上来的蛮子。那蛮子举斧格挡，当火星四溅，老王第2刀已经砍来，直接削掉那蛮子的半边肩膀，鲜血喷溅。林渊跟在后面，心脏狂跳，一个蛮子朝他冲来，手中的弯刀在晨光中划出一道弧线。林渊本能的举刀格挡，当2刀相撞，巨大的冲击力震得他虎口发麻。那蛮子狞笑，正要再砍，一支羽箭从侧面射，正中那蛮子脖颈。发什么了？跟上！林渊大口喘气，握紧刀，继续往前冲。一个身材魁梧的北蛮力士从帐篷里冲出来，双手握着一柄战斧，斧刃上凝聚着淡蓝色的光芒，那是冰字符文。他猛劈地面，一道冰棱从地下爆出，直刺冲在最前面的老兵。老兵侧身翻滚，冰棱擦着他腰间划过，皮甲被割开一道口。符文蛮子，小心！老王大喝，掌心亮起土黄色的光芒，虎字符文，地面震颤，一堵半人高的土墙从地下升起，挡住力士劈来的第2斧。轰！土墙碎裂，但老王已经趁机冲到力士侧边，一刀砍在他腿上。力士怒喊，虎头狠，老王后仰。林渊，看他后背！林渊从侧面扑上，一刀刺入力士后腰，力士惨叫，反手一肘砸在了胸口，林渊整个人被砸飞，落地翻滚。力士还要追击，石头从旁边冲出，双手合十，力士脚下的地面突然塌陷出一个浅坑，他踉跄一步，失去平衡，老王抓住机会，一刀砍入力士脖颈，力士倒地，老王喘着粗气，踢了踢尸体。冰符文在蛮子里算小头目了，杀一个少一个。战斗结束得很快，13个北蛮人死了11个，2个逃走。老兵这边轻伤3人，无人阵亡。林渊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，全是血，有蛮子的，也有自己虎口震裂流。他握刀的手还在微微颤抖。我杀人了。老王走过来，第一次。林渊点了头。老王蹲下。第一次都这样，杀多了就好了。他看向那些蛮子的尸体，有的脸还保持着死前的狰狞，有的眼睛还睁着，空洞的望着天。他们也有爹娘吧？他们是畜生，他们杀了我爹娘，杀了阿罗的爹娘。小子，杀人之后想什么都正常，但记住，你是来报仇的，不是来当圣人的。林渊握紧刀柄，点头。北蛮人杀人从来不手软。老兵们开始打扫战场，顺便补刀没死后的蛮子。林渊被安排去搜那具力士的尸体，他蹲下翻看力士的衣物，除了一些干肉干、一把匕首，还有一个巴掌大的青铜令牌，令牌正面刻着诡异的白色纹路，和那夜屠村的蛮子身上的纹路一模一样。林渊瞳孔微缩，他把令牌翻过去，背面刻着一个模糊的徽记，那是一个塔形的图案，塔顶有一颗星星。林渊不认识这个徽记，但他觉得眼熟。他把令牌揣进怀里，继续搜查。不远处，石头在翻另一具尸体，这蛮子身上也有个令牌。老王走过去，接过看了一眼，脸色微变，他沉默片刻，把令牌收进自己怀里，什么也没说。林渊注意到他的表情，心中生疑。新兵营里，雷横亲自迎接，不错，一个没少。老王走过去，把搜到的几枚令牌交给雷横，低声说了几句。雷横脸色也微微一变，随即恢复如常。都回去休息。林渊、石头，你们俩留下。第一次杀人，什么感觉？林渊沉默片刻，如实道：手抖，心里堵。正常。要是没感觉，你才该害怕。认识这个吗？林渊翻看令牌，这是震天府的徽证，背面这个塔就是震天府的总部震天塔。林渊猛地抬头，震天府3个字我听过，那是天下最强大的势力，监察符文平衡，防止有人滥用符文祸乱苍生。北蛮人身上怎么会有震天府的令牌？雷横沉默良久，这也是我想问的。这事儿别跟任何人说。回去吧。震天府、北蛮、屠村这些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？深夜，林渊躺在地铺上睡不着，他把今晚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冲下山坡的那一刻，挥刀的那一刻，刺入力士后腰的那一刻，还有那枚令牌，那个塔形的徽记。他想起小时候，爹曾指着村头张贴的一张告示说：“这震天府啊，是天下最厉害的地方，能在里头当差的，都是有大本事的人。”如今，那个最厉害的地方的令牌出现在屠村的蛮子身上。林渊握紧拳头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背后是谁，只要沾了我爹娘的血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他闭上眼，强迫自己睡觉。眉心处那枚金色符文在黑暗中微微发热。清晨，哨声响起，林渊翻身而起，又来了。这才睡几个时辰，两人冲出帐篷，列队站好。训练场上，新兵们比刚来时少了1/3，有的死在实战里，有的撑不住淘汰，剩下的都是咬牙熬过来的。
雷横站在高台上，身旁多了一个人，那是个身穿银白长袍的中年男子。他负手而立，周身隐约有淡淡的灵力波动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雷横开口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们这批新兵里表现好的，会被选入符文预备队。”符文预备队，那是专门培养符文战士的地方。进去的人，将来最低也是个武长。雷横抬手压下骚动：“这位是云先生，来自震天府，他会负责考核你们。”云先生缓缓扫视全场，他的目光掠过每一个人，最后停在林渊身上。那个带战之符文的小子，跟我走一趟。新兵们齐刷刷看向林渊，林渊心跳漏了一拍。震天府的人找我做什么？听说你觉醒的是战字符文。林渊站在他对面，脊背挺直。是。云先生坐在案前，手里端着一杯茶。展示给我看。林渊沉默片刻，闭上眼。这些天他渐渐摸索出一些门道，每次专注，每次用力，每次愤怒或渴望变强的时候，那个符文就会微微发热。他想着那天夜里爹娘倒在血泊中的画面，想着阿罗抱着他哭的声音，想着那枚刻着震天府徽记的令牌，眉心骤然一热，金色符文浮现。果然是战。他放下茶杯，站起身，走到林渊面前，上下打量。你知道战字符文意味着什么吗？林渊摇头。意味着你天生就是为战场而生的。古往今来，觉醒战符文的人，要么成为一代名将，要么早早就死在战场上。它是一把双刃剑，能让你变得很强，也能让你死得很快。不过，既然觉醒了，就别浪费。云先生回到案前，提笔写了一张纸条，递给他。拿着这个，明天去符文右备队报到。林渊接过纸条，上面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，震天府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出口：“云先生，震天府真的监察天下符文平衡吗？”云先生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觉得呢？”林渊没说话。去吧，明天准时到。次日，符文预备队的营地在主军营东边3里单独围起来的一片区域。林渊和石头一起报道，石头也入选了，因为他在实战中用符文帮了不少忙。营地不大，只有几十个人，但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符文波动，有的强，有的弱。我叫孟虎，从今天起负责教你们符文基础。他带着2人走进营地。你们这些新兵只知道符文觉醒，但根本不懂符文是什么。接下来3个月，你们要学的有3样：第一，神魂，符文要靠神魂之力激发，神魂越强，符文威力越大。第二，体魄，符文的力量需要身体来承载，体魄不够，用1次符文就趴下，战场上就是死。第三，悟性，每个符文都有自己的意境，比如土符文的厚重，火符文的炽烈，风符文的灵动，悟不透，就永远只能发挥3成威力。教官，那我这土符文怎么悟？简单，你找块地，趴上去，感受大地的厚重、沉稳、包容。啥时候觉得地和你是亲兄弟了，就算入门了。趴地上，每天2个时辰，坚持1个月。孟虎把2人带到一片空地，空地上已经站着10几个符文预备队的成员，正在各自练习。一个瘦高青年双手结印，掌心燃起赤红色的火焰，火焰在他手中翻腾，化作一条细长的火绳，蜿蜒游动，最后精准点燃10度外的3根香烛。这是火符文小成境界，再练半年，应该能到火蛇噬人的程度。旁边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蹲下身，手掌按在地面，地面震颤。4堵土墙围成一个方形，正好能容纳1个人藏身。土符文小成，战场上能给自己筑个掩体，保命够用。另一个年轻人伸出手，他身形一闪，眨眼间出现在10丈外。风符文跑得快，追敌逃命都好用。你的战符文最特殊，它不像其他符文那样有固定的用法，土就是土，火就是火，战要靠你自己去悟，悟出什么是什么。自己悟？怎么悟？傍晚，孟虎带着他们熟悉营地的日常。伙房里，一个胖乎乎的老兵正在做饭，他掌心亮着淡红色的光芒，随手一挥，灶台里的柴火就燃了起来。火符文，生火快，做饭省事。水井边，一个年轻女兵双手捧着木桶，桶里的水自动旋转，杂质沉溺，清水不上。战场上喝的水都得这么弄，不然容易闹肚子。符文还能干这个？孟虎点头。符文不只是用来打仗的，这世上大部分人觉醒的符文都用在过日子上。林渊想起村里张铁匠的断符文，李婶子的织符文，心里一阵恍惚。要是青山镇还在，要是爹娘还在，我觉醒更次符文就好了。他摇摇头，把这个念头甩开。没有要事。夜深了，营地安静下来。林渊独自来到训练场，盘膝坐下，尝试按照孟虎教的去感受符文。先用神魂之力触碰它，就是人的精神、意志、念头。
专注去想，用力去想，神魂之力就会凝聚。林渊想着那个金色符文，想着它出现时的感觉，那种让世界变慢、让力量涌出的感觉，眉心微微发热，符文浮现。这一次，它没有很快消散，而是缓缓旋转，散发着柔和的淡金色光芒。林渊看着它，试图看清它的每一道纹路，那些纹路复杂的让人眼花缭乱，但隐约间，他似乎能感觉到一种韵律，那是战场的韵律，千军万马冲锋的韵律，刀剑相撞的韵律，生死一线的韵律。这就是战的意境吗？他沉浸其中，忘了时间，直到眉心刺痛，符文消散，他才发现浑身冷汗，手脚发软，又透支了。但这一次，他嘴角露出一丝笑，他摸到门路了。5日后，林渊每天白天跟着孟虎训练，晚上自己加练，神魂之力渐渐强了一点点，至少用完符文后不会直接昏死，体魄也在增强。每天负重跑，挥刀上千次，身上的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。这天傍晚，石头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：“林渊，我发现个事儿。那天咱们从蛮子身上搜出来的令牌，你还记得不？”“记得。我前几天帮后勤搬东西，在仓库里又看到了那种令牌，好大一堆，装在箱子里，上头盖着油布。哪儿来的？不知道，但我偷偷翻了一下，有几块令牌上刻的字不一样，不是北蛮文，是中原的字。写的什么？”石头咽了口唾沫。震天府北境分府。林渊脑中轰然一响，那是震天府设在北方的分支，而分支的令牌怎么会出现在屠村的那蛮子身上？除非那些蛮子和震天府有勾结。他想起云先生那张清瘦的脸，寒意从脊背升起。深夜，林渊躺在地铺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悄悄起身，避开巡逻的哨兵，朝仓库方向摸去。他想亲眼看看那些令牌。仓库在营地北，一片低矮的木棚。林渊贴着阴影移动，绕过2个哨位，来到仓库侧面。窗户用木板钉死了，但有一条缝隙。他凑上去往里看，月光透过缝隙，隐约可见几个大木箱堆在角落，箱盖没盖严，露出里面暗黄色的金属光泽，就是那些令牌。林渊正要细看，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，他猛地回头，只见2个人影从拐角处走来，正朝仓库方向。林渊立刻缩进阴影里，屏住呼吸。月光下，他看清了那2个人的脸，一个是雷横，另一个是老王。2人走到仓库门口，雷横取出钥匙开门，老王站在门口，警惕地四下张望。林渊不敢动，连呼吸都压到最轻。仓库里传来轻微的翻动声，片刻后，雷横出来：“这一批和上个月的一批印记完全一样。”老王接过来，对着月光细看。震天府北境分府的账错不了。雷横沉默片刻，那件事不能再拖了。老王点头，我明天就动身。2人又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离开仓库，消失在夜色中。林渊缩在阴影里，一动不动，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，他才慢慢吐出一口气。那件事到底是什么事？他不敢久留，悄悄退回营帐，躺在地铺上，睁着眼看着帐篷里，一直到天亮。眉心处金色符文微微发热。清晨，林渊睁着眼躺到天亮，一夜没睡，但精神却格外清醒。眉心的金色符文在隐去后，留下淡淡的温热，像一小团火在皮肤下燃烧。石头在旁边打着呼噜，睡得死沉。林渊起身，走出帐篷，晨雾还没散，营地里静悄悄的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仓库的方向，那里一切如常，仿佛昨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老王去了哪里？他正想着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孟虎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。起这么早？林渊回过神，睡不着。正常。新兵都这样，刚开始几天紧张的不行，过半个月就好了，累得跟死狗一样，沾枕头就着。昨晚加练了？他打量林渊一眼，林渊点头。孟虎拍拍他肩膀，有股狠劲儿，不错。但记住，神魂之力和身体一样，练过会烧，会适可而止。远处传来哨声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今天的训练课是神魂锤炼，所有人盘膝坐下，闭上眼。神魂之力就是你们的念头，念头越专注，神魂越强。现在想一个你们最熟悉的东西，家里的老槐树，小时候养的那条狗，或者你们觉醒的符文，集中所有的念头，去想它，感受它，别的什么都不要想。林渊闭上眼，他想的是爹，爹扛着锄头回家的样子，爹咧嘴笑的样子，爹把毛笔递给他的样子。眉心微微发热，符文浮现。这一次他没有让情绪失控，而是努力保持平静，只是看着那个符文，感受它的每一道纹路，那些复杂的线条，在他眼中渐渐清晰起来。他们像是一幅战场的地图，有冲锋的箭头，有防守的阵线，有刀剑碰撞的焦点。不错。孟虎的声音突然在旁边响起。林渊睁开眼，符文消散，孟虎蹲在他面前，眼神里有些意外。第一次神魂锤炼，就能让符文主动浮现。你小子的神魂底子比我想的强。林渊愣了愣，继续练。孟虎站起身，什么后，你能让符文持续一盏茶的时间，就算入门了。
下午的训练更累，孟虎让新兵们两两对练，不是真打，而是用符文辅助战斗。石头和一个高个子青年对战，高个子觉醒的是风符文，速度快得像一阵风，绕着石头转圈。石头站在原地，双手按地，一道又一道土墙从地下升起，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。有本事你进来！石头在土墙里回嘴，救不出去。孟虎看得直摇头。两个都欠练，一个只会跑，一个只会躲。战场上这样早死了。林渊的对手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年，觉醒的是铁符文。他双手泛起淡淡的金属光泽，一拳砸向林渊。林渊侧身躲过，反手一刀，当刀砍在少年手臂上，竟然发出金铁交鸣的声音。少年的手臂完好无损，刀反而崩了一个口子。少年又一拳砸来，林渊闪避不及，被擦中左肩，整个人踉跄后退，左肩火辣辣的疼。铁符文，身体硬化，防御强，但速度慢。对付他，要么比他更快，要么找准破绽。林渊咬牙，再次冲上。他想起昨夜感受到的战场韵律，冲锋、交击、突破。少年一拳砸来，林渊这次没有应对，而是侧身让过拳锋，同时一刀刺向少年肋下。那里没有金属光泽，是铁符文覆盖不到的地方。少年慌忙收拳格挡，但慢了半拍，刀尖抵在他肋下，轻轻一点。你输了。林渊收刀。少年愣了愣，点头认输。孟虎眼睛一亮，不错，知道找破绽，这玩意儿战场上比硬拼管用。傍晚，石头拉着林渊坐在营地角落，他手里拿着一个馒头，啃一口，叹一口气。咋了？我今天被孟虎骂惨了，就知道躲。我也想打呀，可我除了筑墙，别的啥也不会。唉，你说我这土符文是不是太废物了？不废物。今天要不是你的土墙，那个风符文早冲进来揍你了。你这话是在夸我？实话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明天继续趴地上感受厚重。有个能说话的人，挺好的。5日后，老王离开的第5天，这天傍晚，营地门口突然热闹起来。林渊正在训练，听到动静，抬头看去，一支车队缓缓驶进营地，车上装着10几个大木箱，雷横亲自迎接。他站在车队旁，看着士兵们卸火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凝重。林渊远远看着，心里涌起不安。那些箱子里是什么？他想靠近看看，但雷横已经让人把箱子直接运进了仓库。门口加派了岗哨。我偷偷看了，那些箱子上有印记，和那些令牌上的印记一样。林渊心头一跳，镇天府北境分府的印记。错不了。北境分府那边已经动手了。多少人？300，全是符文战士。什么时候？3天前。林渊屏住呼吸，他听出来，第一个声音是雷横，第二个是孟虎。孟虎低声问：“咱们怎么办？”等老王回来，他带消息去了。脚步声远去，林渊睁着眼看着帐篷里，心跳如雷鼓。300符文战士动手，什么意思？他握紧拳头，眉心的金色符文在黑暗中微微发烫。第2天训练照常，但林渊注意到营地的气氛变了，教官们脸上的笑容少了，巡逻的哨兵多了，就连孟虎讲课的时候也时不时走神。石头偷偷问他：“出事了？”林渊摇头，没说话。下午，一个消息在营地里传开，老王回来了，但不是自己走回来的，是被抬回来的。黄昏，林渊和石头赶到医疗帐时，帐外已经围了一圈人。雷横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。林渊挤进去，看到老王躺在简陋的木床上，他浑身是血，左臂齐肩断掉，缠着厚厚的绷带，绷带已经被血浸透。他还活着，但脸色白得像纸。军医正在给他喂药，一碗一碗的参汤灌下去，他才慢慢睁开眼睛。老王，谁干的？北境分府那些畜生，他们和北蛮早就证据都在里面。雷横接过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几块令牌和几张盖着红印的信纸。他只看了一眼，脸色就变了。把老王抬到安全的地方，派最好的军医守着。这件事谁都不许说出去。夜色降临，林渊站在医疗帐外，看着雷横远去的背影。夜风吹过，带着一丝血腥味。老王说的北境分府和北蛮什么意思？林渊没回答，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镇天府北境分府和北蛮勾结，屠村，屠的是自己人。他想起青山镇那夜的火光，想起爹娘倒在血泊里的样子，握紧的拳头，指节发白，眉心金色符文剧烈跳动。
深夜，林渊站在医疗帐外，拳头攥得发白，眉心的金色符文还在剧烈跳动，像一只要挣脱牢笼的野兽。他深吸几口气，强行压下那股冲动。孟虎收狗，情绪失控时强行激发符文，最容易走火入魔。石头在旁边小声问：“咱们怎么办？”林渊没回答，因为他也不知道。远处，雷横的帐篷还亮着灯，透过帐篷布能看到几个晃动的女人。雷横、孟虎还有另外几个老兵，他们在商议。回去睡觉。石头愣了愣，睡觉？这时候，不然呢？林渊看着他。咱们能干什么？冲进去说我们也想帮忙，人家信得过咱们吗？石头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两人默默走回帐篷，躺在地铺上。林渊睁着眼看着帐篷，耳边传来石头翻来覆去的声音：“爹娘，我好像离真相越来越近了，但为什么心里这么冷？”同一时刻，油灯的火苗轻轻跳动。雷横坐在案前，面前摊着老王带回来的布包、几块令牌、几张信纸，还有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染血布条。孟虎站在他身后，另外3个老兵围坐一旁。都看过。雷横声音低沉：“北境分府和北蛮的来往信件，盖着双方的印。3年了，光是咱们镇北军境内被屠的村子就有17个，畜生！”另一个老兵问：“老王怎么说？”他偷这些证据的时候被发现了，30多个符文战士围他，他能活着回来，已经是命大。但他也带回来一个消息，镇天府本部已经迟决北境分府有问题，3天后会派人来调查。孟虎皱眉：“调查？派谁？”雷横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：“主和派的。”主和派来调查主和派。那个捶桌子的老兵冷笑：“这不是让贼去抓贼吗？”雷横拿起那叠信纸：“所以这些东西必须在他们来之前送到能管这事的人手里。镇天府本部助战派的人，我认识一个，在北境待过5年，可信。”他看向孟虎：“明天一早，你带几个可靠的人，把证据送出去。记住，要快，要隐蔽。”孟虎点头：“明白。”雷横又看向另外几个老兵：“你们几个这几天加强警戒。北境分府如果知道证据落在咱们手里，不会善罢甘休。”是。林渊刚迷迷糊糊睡着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，他猛地坐起，外面有人压低声音喊：“快，集合，快！”林渊推醒石头，两人抓起衣服就往外冲。营地里已经乱成一团，火光闪烁，人影匆匆，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喊杀声：“北边是符文战士，穿着镇天府的服饰！”林渊心头一跳，他跟着人群往北跑，还没到营地边缘，就看到一幕让他血液凝固的画面。营门已经破了，几十个身穿银白色袍服的人冲进来，掌心亮着各色符文光芒，火蛇、锋刃、虎刺、冰锥朝营地里疯狂倾泻，而他们的目标直指雷横的帐篷。林渊握紧刀，跟着老兵们往前冲，一个银袍人迎面扑来，掌心燃着赤红色的火焰。我符文，他挥手，一条火蛇朝林渊呼啸而来。林渊侧身翻滚，火蛇擦着头皮飞舞，点燃身后一座帐篷。他还来不及喘气，那银袍人已经冲到面前，一掌拍向他胸口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土墙从地下升起，挡住那一掌。石头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：“发什么愣？砍啊！”林渊咬牙，借着土墙掩护，一刀刺向银袍人。银袍人闪身躲避，正要反击，一支羽箭从侧面射来，正中他肩膀。银袍人闷哼一声，踉跄后退。林渊抓住机会，一刀刺入他肋下，银袍人倒地。林渊大口喘气，看向射箭的人是雷横。雷横站在不远处，手里的弓还在微微颤抖。他看了林渊一眼，只说了2个字：“跟上！”雷横帐篷前已经倒下了7、8个人，有银袍人，也有镇北军的兄弟。孟虎浑身是血，站在帐篷门口，双手亮着土黄色的光芒。他身前立着3道土墙，已经被轰碎了2道，只剩最后一道摇摇欲坠。围攻他的是5个银袍人，其中为首那人掌心亮着诡异的银色光芒，那不是常见的符文。银符？你是北境分府的副统领？雷统领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休想！银袍人抬手，银色光芒凝聚成一道细长的光刃，朝雷横斩去。雷横咬牙，双手合十，掌心土黄色光芒爆发，一堵厚重的土墙从地下升起，轰！土墙被光刃斩出一道深深的裂痕，但没有碎。哦，有点意思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！5个银袍人同时出手，火、风、冰、银5道光芒同时轰向雷横。雷横身后的孟虎冲出，双手按地，最后一道土墙拔地而起，轰隆！墙炸裂，雷横和孟虎同时被冲击波掀飞。林渊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一幕，要死了，他们要死了！他想起跌倒下的样子，想起娘扑向月白的样子，想起自己躲在地窖里什么都做不了的样子。不，
这次我不能再躲了。眉心骤然灼热，金色符文主动浮现。这一次，他没有一闪而逝，而是稳稳地悬浮在眉心前，缓缓旋转。林渊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，他能看清每一个银袍人的动作轨迹，能看清他们身上符文的薄弱点，能看清雷横和孟虎倒下的位置。他握紧刀，冲了出去。刀光一闪，银袍人正要给雷横最后一击，一道身影突然从侧面杀出，刀锋上浮现着淡淡的金色光芒。为首那银袍人大惊，慌忙闪避，但慢了半拍，刀锋划过他手臂，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。什么人？林渊没有回答，他转身，刀锋横扫，逼退另外2个银袍人。金色符文在他眉心燃烧，他感觉自己从未这么猛，这么强，但符文的光芒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暗。快撑不住了！他咬牙，拼尽最后力气，一刀斩向为首那银袍人。银袍人抬手，银色光芒凝聚成盾，刀锋斩在银盾上，炸开一团刺目的光芒。林渊被震退3步，单膝跪地，大口喘气，眉心的金色符文剧烈闪烁，然后熄灭。林渊眼前一黑，往前栽头，倒下的瞬间，他看到孟虎挣扎着爬起来，双手按住，一堵土墙升起，挡在他身前。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林渊醒来时，浑身像被车轮碾过。他睁开眼，看到的是熟悉的帐篷，是医疗帐，旁边传来石头惊喜的声音：“醒了，林渊醒了！”林渊转头，看到石头红着眼眶，脸上还挂着泪痕。“你他妈吓死我了！昏迷了整整1天。军医说你神魂差点烧干，再晚一会儿就变白痴了。”雷横呢？孟虎呢？石头抹了把眼泪。活着，都活着。雷横断了2根肋骨，孟虎手臂上挨了一刀，但命保住了。林渊松了口气。那些银袍人死了3个，跑了2个，咱们这边死了7个兄弟。林渊沉默。石头又道：“证据已经送出去了，孟虎亲自送的，昨晚连夜走的。雷横说，那东西送到了，咱们就赢了。”林渊闭上眼。赢了吗？他想起那些银袍人身上穿的服饰，和云先生身上的一模一样。震天府，那个本该守护天下符文平衡的地方，却派人来杀他们。他睁开眼，看着帐篷里眉心处金色符文已经隐去，但留下的温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烫。林渊能下地后，第一时间去找雷横。雷横躺在简陋的木床上，胸口缠着厚厚的绷带。来了。林渊点头。雷横看着他，沉默片刻。你那一下救了我们。林渊没说话。雷横又道：“你的战字符文比我想的强，但也要记住，用一次伤一次，用多了。”雷横从枕边拿出一个东西，命就没了。递给他，是一块令牌。从今天起，你是师长了，手下10个人，包括石头。林渊愣了愣。雷横摆摆手：“去吧，好好带兵。”林渊握紧令牌，转身离开。走出帐篷时，夕阳正好落在营地上。远处炊烟升起，士兵们开始生火做饭。水井边，年轻女兵正用水符文帮伤员清洗伤口，一切看起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。但林渊知道不一样了。他低头看着手里的令牌，又抬头看向北方，那里乌云正在聚集。清晨，林渊站在新兵帐篷前，手里攥着那块时长令，令牌沉甸甸的，冰凉的金属贴在掌心，让他想起那天夜里握刀的感觉。石头从帐篷里探出头：“你真要当师长了？”林渊没说话。石头走出来，站到他旁边：“10个新兵，9个跟你一样大，最小的才15，你怎么带？”林渊看着他：“你帮我。”石头愣了愣，然后咧嘴笑：“行，这话我爱听。”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林渊面前站着10个人，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，脸上的表情都一样，惶恐、麻木或者强装出来的凶狠。最小的那个叫二狗，汾阳人，瘦得跟竹竿似的，站在队伍里直打晃。最大的那个叫赵大牛，20岁，壮得像头牛，但眼神呆滞，一看就不太聪明。就这，咱们的兵。石头站在林渊旁边，小声嘀咕。林渊没理他，他深吸一口气：“我叫林渊，从今天起是你们的师长。”赵大牛闷声闷气地问：“你多大？16。”新兵们一阵骚动。赵大牛皱眉：“16就当师长？你打过仗吗？”林渊看着他，没说话。石头在旁边忍不住了：“他打没打过仗，轮得到你问？我就问怎么了？他这么小，凭啥当我们师长？”不服？赵大牛梗脖子：“不服？你打我，打过了，师长给你当。”赵大牛接过刀，愣了愣：“你说的。”他握紧刀，一刀砍向林渊。林渊侧身躲过，赵大牛又一刀横斩。林渊矮身躲过，赵大牛第3刀从上往下劈。林渊抬手，当啷，赵大牛手里的刀落了地。林渊弯腰捡起刀，递还给他：“还打吗？”他捂着手腕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赵大牛摇头，眼里多了敬畏。林渊扫视其他新兵：“还有谁不服？”没人说话。列队，
跑步。林渊带着新兵跑了1个时辰。赵大牛虽然脑子不太灵光，但力气大。二狗瘦得像竹竿，但咬牙坚持。石头在旁边看得直乐。行啊，真有那么点师长的样子了。林渊没理他，继续盯着新兵们挥刀。带兵就是让他们活下来。他想起自己刚来时雷横问：“你们来就是去死的！”不，我带的人不能死。夕阳西下，林渊正在训练新兵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马蹄声，车上插着一面旗帜。镇天府，他们怎么会来这里？你们继续练，不要停！自己快步朝营地门口走去。营门口，雷横已经站在那里，他胸口还缠着绷带，但脊背挺得笔直。车队停下，为首那人翻身下马，他身后跟着9个人，都穿着银白色的袍服，腰悬令牌。好久不见。中年人开口，声音温和的像在拉家常。柳大人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奉命调查北境分府一事，听说你们营地前几天遭了贼，没事吧？雷横盯着他，死了7个兄弟，你说有事没事？可惜，这些贼人真是无法无天。那个小子就是觉醒战符文的。雷横没说话，柳大人点点头。不错，看着有股狠劲儿。雷统领，我奉本部之命，来调查北境分府与北蛮勾结一事。你们手里若有证据，不妨交出来，我替你们呈上去。雷横沉默片刻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柳大人眯眼。雷统领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老王带回来的那些东西，你交出来，对你我都好。雷横看着他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行，那就当我没说。我们住东边那片空地，不打扰你们训练。雷统领，改日再聊。车队驶进营地，在东边扎营。雷横站在原地，脸色铁青。入夜，林渊被叫进帐篷时，里面已经坐了7、8个人，孟虎、几个老兵，还有几个生面孔。雷横坐在案前，面前的油灯跳动着微弱的光。姓刘的来了，主和派的北境分府的靠山。他想干什么？要证据。雷横冷笑，哼，说的倒好听，替咱们呈上去，呈到主和派手里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一个老兵问。等孟虎带回来的人。你那边新兵练得怎么样？还成。继续练，用不了多久就要见血了。深夜，林渊躺在地铺上睡不着。东边那片空地灯火通明，隐约能听到说笑声。姓柳的和他的人正在喝酒。石头在旁边小声问：“那些人是来帮咱们的，还是来害咱们的？”林渊没回答，因为他也不知道。石头叹了口气：“要是他们和那些银袍人是一伙的，咱们怎么办？”林渊沉默良久，该打就打。石头愣了愣，然后咧嘴笑：“行，听你的。”次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林渊就带着新兵开始训练，跑了3圈，练了500刀。二狗跑完直接瘫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赵大牛虽然累，但一声不吭，继续挥刀。林渊看着他们，心里微微松了口气，至少这些小子还行。练得不错。林渊转头看到一个独眼中年人站在不远处，穿着黑色的甲胄。你就是林渊？林渊点头。是。独眼中年人点点头。战符文，听说你前天夜里救了雷横，不错，有胆色。但那人身上那股气势，让他想起雷横，想起老王，想起战场上杀过人的老兵。那是一种杀过人、见过血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有的气势。孟虎回来了，但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他身后跟着一队身穿黑色甲胄的符文战士，为首的正是那个独眼中年人。雷横撑着伤站起来，看向那人。萧将军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胸口的绷带，伤这么重。雷横摆摆手，死不了。萧将军点头，东西我看过了，3年，17个村子，几千条人命，主和派那些畜生真干得出来？你打算怎么办？萧将军沉默片刻，抬头看向北方。3天后，我带你们进北境分府讨个公道。孟虎问：“就咱们这些人？”我的人加上你们，300符文战士够了。那姓柳的怎么办？他来调查，那就让他好好调查。等咱们办完事儿回来，再跟他慢慢算账。黄昏，那可是镇天府的分府。我听老兵说，北京分府里至少500人，还有几个厉害的符文高手，咱们就300人，能行吗？林渊沉默良久，不知道。你这回答还真够实在的。爹娘，那些屠村的麻子和北境分府的人，很快就能找他们算账了。